大家好，主播侃侃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英特尔日前告知其资料中心部门的员工，公司计划进行新一轮裁员。此前，这家晶片制造商已在2024年和2025年进行了一次大规模裁员。目前尚不清楚英特尔计划通过此次裁员减少多少职位，但英特尔表示，裁员不会影响其产品承诺或路线图。英特尔在一份发给俄勒冈人报的书面声明中表示，作为整体战略的一部分，为了使公司更加专注高效，资料中心业务部门正在调整其组织架构，以确保配备合适的岗位和技能，从而为业务的长期成功奠定基础。该公司表示，预计此次重组将使其营运更加简便快捷。英特尔在一份电子邮件声明中表示，此次裁员是旨在成为一家更加专注和高效的公司的更广泛战略的一部分。DCG 正在调整其组织架构，以确保拥有合适的岗位和技能，从而使公司能够取得长期的成功。该公司表示，根据英特尔的年度报告，该公司全球员工人数从2023年底的12万5千人减少到2025年底的8万5千人。在俄勒冈州，该州的劳动力人数在2024年初达到峰值2万3千人，但1年后下降到约2万人。随后，英特尔宣布将在2025年裁员3200人。公司代表拒绝透露目前在该州的员工人数，但即便如此，英特尔仍将是俄勒冈州最大的企业雇主，其员工人数可能达到1万7千人。与此同时，两位知情人士透露，随着价格飙升，美国晶片巨头英特尔和 AMD 正与中国伺服器客户签署资料中心处理器的长期采购协议。知情人士表示，正在讨论的协议通常锁定采购量，但不锁定价格。其中一位知情人士称，大多数协议涵盖约1年的供应量，但英特尔和 AMD 已与一些客户讨论过2年或更长时间的采购承诺。这一转变与记忆体晶片市场的趋势相呼应。在记忆体晶片市场，人工智慧驱动的短缺促使买家转向更长期的供应承诺。报道称，此次谈判标志着伺服器 CPU 供应格局的转变。此前，伺服器 CPU 的供应比人工智慧加速器或记忆体晶片更容易获得。CPU 供应趋紧可能会增加成本，并减缓中国云服务提供商和互联网公司扩展人工智慧服务的部署速度。一位消息人士称，伺服器 CPU 的价格在中国仍在攀升，部分产品的月环比涨幅超过 10%。该消息人士补充说，自今年年初以来，部分 CPU 产品的价格在中国已上涨超过 40%。此前有报道指出，英特尔和 AMD 已通知中国客户伺服器 CPU 的交货周期较长，英特尔部分产品的交货周期甚至长达6个月。英特尔执行长陈立武在4月份告诉分析师，需求持续超过供应，尤其是 Xeon 伺服器 CPU。他还提到，英特尔在第1季度签署的几项长期合同中，包括与谷歌达成的多年期协议。AMD 8月初财报预报，该公司已将其伺服器 CPU 市场预测上调至2030年超过1200亿美元，理由是人工智慧 AI 工作负载的强劲需求。另外，英特尔7月下旬宣布，网络安全公司 Fortinet 将采用旗下晶圆代工服务生产下一代 SP6 安全晶片。这是陈立武2025年3月接任英特尔执行长后，公司首度公开具名的晶圆代工客户，为持续寻找指标性客户的英特尔带来一项进展。英特尔代表表示， Fortinet 的 SP6 晶片将采用 Intel 4制程生产。这项制程并非英特尔最先进的技术，先进程度低于主要用于制造电脑处理器的 18A 及 14A， 而是较早期且成熟的制程，可用来生产网络设备所需的特殊应用 ASIC。
英特尔4月在申报文件中坦言，公司仍在设法为最先进制程争取一名重要客户，以证明在美国及海外兴建晶圆厂所需庞大资本支出的合理性。若能宣布大型客户合作，渴望提高晶片设计商与投资人对英特尔大量生产先进晶片能力的信心。陈立武5月时曾透露，多名客户正在与英特尔晶圆代工部门合作，但基于个人原则，不愿公布客户名称。目前，英特尔最大且已确认的晶圆代工客户仍是公司本身，美国政府也利用其产能制造国防晶片。在前任执行长基辛格任内，微软2024年宣布委托英特尔生产一款未透露细节的处理器。亚马逊同年也表示，将采用英特尔代工生产客制化 AI 晶片，但相关订单规模相对有限。英特尔今年4月也宣布协助 Google 设计一款称为基础设施处理器 E2 的 ASIC， 并参与协助马斯克旗下特斯拉与 SpaceX 建造名为 Terran Fab 的晶片工厂。特朗普6月曾宣称，苹果将采用英特尔在美国制造晶片，但两家公司均未正式证实达成协议。Fortinet 知名度虽不及苹果、特斯拉或大型云端服务厂商，但随着 AI 普及推升先进信息安全需求，公司正处于快速增长的市场。Fortinet 股价今年已上涨超过1倍，公司5月财报会议也表示，将继续投资 ASIC 技术。美国政府去年8月取得英特尔10%股权后，该股在过去1年累计大涨逾300%。英特尔7月下旬公布第2季财报，投资人关注晶圆代工业务、资本支出及先进制程客户的最新进展。在近日的一场行业交流中，英特尔前执行长基辛格公开坦诚，在英特尔凭借中央处理器 CPU 业务占据行业统治地位的辉煌时期，公司管理层曾对辉达的绘图处理器 GPU 表现出明显的轻视，认为那不过是为游戏玩家设计的绘图渲染工具。基辛格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提到，当时英特尔沉浸在 CPU 架构的领先优势中，而辉达的执行长黄仁勋却在默默地通过高吞吐量运算架构持续积累技术壁垒。他特别指出，黄仁勋在构建软硬体生态系统方面的耐心与远见，包括 CUDA 技术、SIMT 架构以及持续的多线程优化，使其展现出了类似于苹果创办人史贾布斯的经营哲学，即通过渐进式的持续改进，最终实现颠覆性的技术突破。基辛格坦言，正是这种从纯绘图处理向高效能运算领域的大胆跨越，造就了辉达今日的行业地位。总体来看，此次对话不仅涉及了与辉达的往事，基辛格还深刻剖析了英特尔在自己回归前夕所面临的困境。他批评了此前管理层过于注重短期利益，将千亿美元资金投入分红，而非用于扩建工厂和引入先进设备，如 EUV 曝光机的策略。他强调，作为一家技术驱动型企业，只有具备工程师背景的领导者，才能理解大规模基础设施投入对长期竞争力的决定性意义。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侃侃而谈，阔论有余。最后，请你点赞、订阅，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谢谢。